今天路过大胡同，看到片区里边有好多的拆迁公告，公告内容特别多呀，密密麻麻的写在纸上面，一直写到了下边来，一页不够又加了一页，没法看，字儿也小，只是一个拆迁公告。我看有的地方啊，那大封条都给封上了，不能再经营了。一封封条就说明已经征收了，不允许经营了。您看，这就是拆迁公告，内容特别多呀，底下还一个副页，写的特别仔细。那位朋友会说了，为嘛大胡同这块地方要拆迁呢？因为地铁的4号线、7号线东北角站规划位于大胡同的片区之内。大胡同的周边有4大里，大家伙知道吧？爱华里呀、君和里呀、金钟里，还有利民里。大胡同拆迁不是现在开始嚷嚷的，前几年2019年的是2020年呢，就开始嚷嚷了，就说要拆迁要拆迁，一直没动。我为嘛对大胡同拆迁那么熟悉呢？我有个同学，他的二姨就在金钟里住，他总跟我叨叨拆迁的事儿。我说怎么样，拆了吗？他跟我说2020年就有人到这儿调查去了，填了好多表了呀，一直没有消息，今年总算有消息了。我跟他说好啊，拆迁来了是个大好事儿啊，人们可以改善居住生活了，可以搬到好楼层上去了。这些破房子确实小门脸啊、小门市啊、小窗户呀，都是老房子，搬到又明又亮的大房子里边去，你说有多好啊？他说是个大好事啊，都盼着搬迁呢。他跟我说，最近搬迁这个事儿一下来以后，他们家可热闹了，他的二姨家热闹了，他们家几个姨的家都热闹了，一块儿给帮忙啊。他说在他们家里边，现在最热的话题就是大胡同搬迁。我说没错，每个天津市的人都经受过搬迁这个工作，哪个家门口都贴过公告啊，都是大车小车的往外拉东西呀，搬家呀，收拾这收拾那啊。搬了半个多月了，屋里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一大堆。为嘛说家财值万贯？嘛破烂东西都舍不得拽，看着是件东西，拿回家来10年都不见得用一次，这也掖那也藏，翻来覆去的倒腾，就是舍不得拽。我跟我的朋友说，跟你二姨说呀，乱七八糟的别带呀，卖破烂赶紧处理，上新楼房了干干净净过年，比嘛不强，要的破烂有嘛用？我那个同学说，咱是这么想的，老人们不这么想啊，嘛也舍不得拽呀。就一个饽饽钳子，30年了呀，还在那放着呢。你能说用得着吗？现在买馒头拿塑料兜买回来以后，搁碗里边腾腾，吃完了以后就没了，接着再买，谁还用那饽饽钳子？我上次去就跟我二姨说，赶紧把它拽了吧。二姨说可千万别拽呀，我看着它就高兴，因为这是我用过的东西。我在大胡同那转悠啊，转了3来回。有些人该说了，二哥有你嘛事儿，你也不在这住。因为我经过拆迁，我知道这些楼房啊，这些街道啊，这些门脸房啊，它的重要性。现在拆迁刚刚启动，还没看到嘛呢，都玩到统计完了，手续都办完了，人们都搬走了，你回来再看看这些楼房，都用白灰写上大个的拆呀，画一个大白圆圈，拆全拆了呀。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二哥这个视频的好了。从我的视频里边能看到好多老井，好多老楼，好多老房子。我们家拆迁我就后悔好长时间，当时没录像，当时没照相，住了一辈子的房子，拆完了之后脑子里有印象没有影像的东西，你说可惜不可惜？当时要是把它照下来，把它拍下来，把它录下来，你说这些资料，这些老图片看上去特别亲切吧？有机会呀，
能录就多录一点，多照点照片，做个纪念吧。看着这个节节啊，好多人会问我，二哥，以前别的地方拆迁不都写拆字吗？这块的楼里边没写拆字啊，没见到啊。是啊，人家在刚办手续，还没走呢，人还在里住着呢，你能给人拆了吗？都搬走了以后才写拆呀。我一到大胡同这地方来，我就想到了天津的河北鸟市儿。在老天津卫，不管你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都喜欢逛鸟市儿。那阵儿的人们也没见过嘛。那阵儿有手机吗？有舞场吗？有狮子林跳水吗？现在的人们闲着没事儿了，还到咖啡厅里边坐他1小时2小时。那阵儿哪有啊？逛个鸟市，一只鸟能看半天。天津的河北鸟市的具体位置就是在老城的东北角，对过就是观音号，人们都叫它河北鸟市。为嘛叫河北鸟市啊？因为在南运河接湾区之前，它地处的位置就是河北，而不是现在的河南。这块方圆不足100亩啊，长不足200米的鸟市大街，当时那里边天天是人潮如涌啊，人满为患呐，非常热闹。外地的人到天津卫，如果不溜溜鸟市，那就没来天津卫。那阵鸟市里边不是光卖鸟的，吃的喝的玩的闹的都在鸟市里边。那些相声园子呀，大鼓说书的园子呀，都在鸟市里边。到鸟市中来，吃的喝的玩的闹的都完了，到明娘池洗个澡再回家，这是规矩。鸟市好玩啊。我说的河北鸟市就是我脚底下踩的这块地阶上。你看见我左边这个大楼了吗？大楼的那边就是东风电影院。东风电影院在鸟市这块地阶里边也是有名的园子。实际上天津的鸟市啊，不是河北鸟市这一家，还有好多家。比方说西头鸟市、北城根鸟市、南市鸟市，还有老城里也曾有过鸟市。这些个鸟市里边最有名的最早的那就是西头鸟市了。在以前那个年代，在西头这地方有一个叫马家店的地方，人们称为华北店。这是一家专门做鸟类交易的客栈。以前在这儿倒腾鸟的那些个人不都是天津人呐，也有河北的、河南的、山东的，这些商贩都是鸟贩子呀。他们倒腾鸟不是说1只2只，一倒腾有好几百只啊。不光鸟啊，还有虫子呀，还有小宠物什么的，就住在店里边了。在店里边不是光睡觉，在店里边就开始卖鸟了，就做生意了。他来了也做，他来了也做，买东西的人也到客栈里边来，买鸟、卖鸟、倒鸟，往回倒腾鸟。鸟倒腾差不多了，还得倒腾点蝈蝈啊、秋虫啊、冬虫啊。西头鸟市那纯属批发性质的，一批发1只2只不卖啊，一买就是好几十只、上百只，买完之后担着个挑到河北鸟市啊，南市鸟市啊去卖，零售卖。那阵的人们啊，胆儿也大，也不按规章制度走，从艾伦呐带回来那些个小鹦鹉啊、小猩猩啊、小豹子、小熊都有啊，都拿这儿来卖呀。越卖人越多，西头市场是越卖越火呀。最繁荣的时期那是20世纪20、30年代。到了20世纪的40年代，由于战乱的原因，西头鸟市日渐衰落，就不行喽。要说鸟市的规模大，还得说是河北鸟市零售市场，它规模是最大的一个鸟市，它也经历了几度变迁，源远流长。卖鸟都形成规模了，不是说瞎来瞎碰啊，今天有鸟就买，没鸟就不买，不是。
135卖鸟，246卖鸽子，卖虫子。那些挑挑子的呀，单挑的，推车的呀，卖活物的，他就不守规矩了。今天可能带2只鸟，明天带2只鸽子，就不按规矩走了。但是没有规模。后来河北鸟市发展的是越来越大，系统不行了，都跑河北鸟市来了。什么卖鸟笼子的，卖金鱼的，哎呀，卖这个鸟那个鸟的，南方鸟北方鸟有分呐，哎，大膀子的小膀子都有分。你听叫买嘛鸟，哎，看色儿买嘛鸟，看形儿买嘛鸟，那都是有规矩的，不是瞎买的。鸟市里边的饭馆子就不说了，太有名的好多家啊，什么德发城的包子铺啊，马记切糕啊，梁果冻啊，财记茶汤啊，从记的果子铺啊，当然少不了李记炸糕铺，还有白记饺子馆。为嘛人那么多？为嘛吃的喝的人都往这儿来？他不骗人，就是实惠，花不了多少钱，吃个大饱肚子，嘛味儿都尝到了，酸甜苦辣都体会到了，何乐而不为？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鸟市一带的房子震损严重，好多都不行了，不行了就得改造，建起了栋栋高楼。你看我镜头头里这些高楼都是76年地震之后建成的，76年到现在也将近40-50年了，赶上了4号线7号线从这儿路过，拆了好啊。在这儿住的居民，哎，居住条件都得到了改善，得到了提高，大好事。在这里说一句啊，搬了新居一定要稳居，一定要吃捞面，吃包饺子，酒是一定要喝的。哎呀，真是为你们高兴啊！